出去！我们瞎说，你们是骗子！回来了。怎么？你今天又想给我什么惊喜啊？你猜？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就乖乖等我王军大厨的意大利面吧。都说会做饭的男人很性感，以前还不觉得。不知道，其实洗碗的男人更性感。是吗？你说这……喂，哎，小宝，晚上去你们家，见你姐，方便吗？哦，行行行，好，晚上见。嗯，好嘞，拜拜。说哪儿了？代理权。哦，对，这个茱莉亚现在是争夺代理权的重要人物，是吧？对，我爸之前和这个茱莉亚聊得还不错。不过我听说叶氏集团为了迎合一方，把他们的品牌策略做了调整，一方对他们很满意。是吗？这茱莉亚能否让我见一眼？他已经从我爸订的酒店搬走了，我可以试着联系一下。嗯，交给你去办，很关键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爸说今天晚上有个聚会让我们参加，跟叔叔说一下，晚上我有约。好，那我忙了。嗯。面来喽！你尝尝，我第一次做，可能没什么经验。怎么样？不错，比我想象的要好。你尝尝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刚才烫了一下。我看看。这么严重啊？过来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从我的生命中流逝。如果我知道我离开你那么难受的话，我一定不会离开你。可是，时间不会给人后悔的机会。我们重新开始。我们重新开始。你觉得我们还能吗？我明白，但是我之前让你等我，我说，我拿到一切，我就可以回到你的身边。我承认，6年前我的确很相信你，但是现在，我不会再把青春和时光都搭在等待上。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不觉得很残忍吗？我明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。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想要在一起的话，什么都可以做得到；不想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切都可以当做借口。你现在是副董事长了，事业风生水起，又有让人羡慕的婚姻和家庭。王进，好好经营你的事业和家庭，把我们以前的事情都忘掉吧。我做不到，我从来没有爱过叶静怡，一天都没有，你知道的。那你怎么证明给我看，你爱我？又怎么证明你一天都没有爱过他？你想让我怎么证明？
怎么证明给你看？你跟他关系好，你可以私下问问他。这6年来，我给他做过1顿饭没有？说过1句我爱你没有？甚至我连老婆都没有叫过。如果今天的我不是茱莉亚，如果我不是 Poland 的驻华代表，那你今天还会下厨房给我做面吃吗？你还会送公寓给我吗？你还会体贴入微的说爱我吗？倩倩，你听我说。好了，不要再欺骗你自己了，更不要再欺骗我。因为欺骗总归是欺骗，总有一天会被拆穿的。谢谢你的意大利面，味道很不错，你可以回去做给你的妻子尝一尝，她一定会很感动的。妈，辛苦你啦。没有，应该的。朋友来了嘛，就应该热情接待，要不然别人出去会说闲话的。妈说的对。静怡啊，妈想跟你说2句话。要是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别生气啊。怎么会呢？你说。静怡呀，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，这没什么。但是，要是请以前的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，这就不对了。你也得避避嫌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了，还招惹以前的男朋友，让王静怎么想？让我怎么想啊？妈，你真的信了？他不是。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我听错了？你是听错了，他呀是小宝的朋友，小宝开玩笑的。除了王静呀，我还没跟其他人谈过恋爱呢。唉，小宝，就你那弟弟，一看到他呀，我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孙子。我那可怜的还没见过天光的孙子。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静怡啊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和那个男的究竟交往多久了？哎呦妈，他呀是帮我找到小宝的恩人，所以我把人家请到家里来，就吃顿便饭，谢谢人家。哎呀，妈，你们说什么呢？什么男的不男的？王静啊，今天静怡在家里请她弟弟和她以前的男朋友吃饭。妈，我都解释过了。妈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那个人呢，真的是小宝的朋友，我认识的。那这么说，是我错怪静怡了，对不起。你们聊吧，我回屋。傻儿子，真傻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真的不是妈说的那种，是小宝的一句玩笑话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花花公子。哦，原来你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今天才知道，他就是帮我找到小宝的恩人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我真的很委屈。委屈？你看妈说的那话，什么傻孩子的，让我听了心里多难受。我不傻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拦话。你以后注意点吧，
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的。既然说不清楚，何必要干呢？他真的是小宝的朋友，我们只是之前见过而已。哦，你弟弟的朋友，那好，是你弟弟通过你认识他的呢，还是他通过你认识你弟弟的呢？不是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以后注意就行了。还有，刚才你说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这些年，是我妈给你受委屈了，还是我给你受委屈了？是，我是对不起你和妈，我没有给王家延续香火，我心里也很内疚，可这不能怪小宝，小宝他没有错。我一提到小宝，妈就不高兴，我都不敢在妈在的时候请小宝来家里。可是金，他是我的亲弟弟，20年了，我都没有尽过做姐姐的责任。难道现在我请小宝来家里还要犹豫吗？行了，别说了。老公，你不要这样。如果连你都不能体谅我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我让你别说了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真的挺烦的。爸，还没睡呢。王佳，听说你跟 Portland 一方的代表见面了？这样，明天你回家吧，跟我聊聊这事儿。好的，爸。这样吧，你们全家都回来，你妈也想你们了。啊，爸，那个静怡她有点不舒服。她怎么了？感冒？哎呀，这都30多岁的人了，你看还得让爹妈一天到晚提醒注意保暖。你好好照顾她。我知道了，爸，你也早点睡。静怡病了，哎，感冒了，我早就说过嘛，这大冬天的，这女孩怎么都穿着这个短裙子，早晚一天这关节都得出毛病。我上次看见她，我就觉得她脸色不好看。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问问她。你。哎呀，你快，好，我给打个电话。别太啰嗦啊。哎。喂，妈。静怡啊，你声音怎么这么嘶哑呀？啊？怎么了？跟妈说。没事吧？我听王静说你感冒了，吃药了没有啊？我没事，妈，你不要担心。你在哭吗？静怡啊，快跟妈说说怎么了啊？没跟王静吵架吧？妈，我们很好，可能是因为感冒了，所以鼻子塞塞的。哦，把我和你爸吓坏了。静怡啊，要是生病了就去看医生，别硬挺着，听见没有？要不明天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妈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让爸不要担心啊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
这个，我很想你。不要再提以前遗忘的事情来纠缠我。好好经营你的事业和家庭，把我们以前的事情都忘掉吧。什么意思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别生气呀，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。有时候你真的挺烦的。爸爸，妞妞，来抱。哎呀，重死了！妈妈，爸爸回来了。我们准备开饭吧。硬菜来喽，倩倩多吃点。我现在手艺可有长进了。这么说，你在意大利的发展很不错，还可以吧。华人在国外还真是实打实的拼，很不容易的。我觉得女性啊，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，这样的女人才显得更有魅力。茱莉亚小姐，啊不，倩倩小姐，不瞒您说，我们现在公司上下呀，是想尽了一切办法，想要拿到这个 PLD 的中国代理权。我希望你能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真的，我特别想跟你合作。倩倩，你现在发展的真的很不错。哪有？是你老公太夸张了。不过这一次叶氏集团能拿到中国总代理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真的吗？那你一定要多多帮忙啦。这件事儿，我跟倩倩小姐正在谈正事呢，不要瞎插嘴好吗？倩倩小姐，您就直说吧。如果你可以把代理权给我，你提什么样的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。啊，对了，你妈妈现在还好吗？就那样喽。你们这次回来，我还没去看看她呢。妈妈，我困了，陪我睡觉。静怡啊，带妞妞去睡吧。你在这等会儿，我马上就出来。没关系。走吧，妞妞，我们睡觉去。今天讲什么故事？大海的女儿，好不好？好。想不想参观一下我的书房？随便啊。这是我的书房，随便看看吧。
你想让我证明，我眼睛里只有你一个女人？今天你看到了，我现在在跟她分居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些够证明我的话吗？王静，倩倩走了吗？你没走啊？你们在这儿干嘛？我跟倩倩小姐聊会儿工作上的事儿。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下班了还抓着人谈工作呢。工作狂嘛，都这样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别走呀，好久没见了，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下回吧，我又不是走了不回来了。嗯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我送送他。静怡，回去吧。这是你的车吗？太羡慕了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还羡慕你有孩子有老公呢。倩倩，刚才王静说的那个代理权的事儿，你能帮帮他吗？哎呦，就当是为了我。怎么，你想我假公济私？不是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他好像很需要你帮助的样子。我知道了，静怡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也要权衡利弊啊。我知道你很为难。放心吧，我会考虑的。回去吧。好，拜拜。拜。静，你开门啊！我给你熬的药。你还在生我气啊？我做错了还不行吗？都是我不好，你开门行吗？我再也不让我弟弟来了，我求你别生气了。静，药都要凉了，静。坐我的车，先把你送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于董，您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安排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这么巧啊，你也来这儿吃饭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？你跟踪我？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？这是我的自由啊！我跟谁在一起，去干什么，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我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给我走！你干什么？松手！
你放手啊！你这样很失态，你知道吗？姚倩倩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姚倩倩，是你毫不留情的离开我，是你让我像丧家犬一样跑到意大利，而现在，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了，你还想让我怎样？你明知道我不能没有你，你明知道我爱的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是在报复我吗，姚倩倩？如果是的话，你成功了。我已经过了太多年没有你的日子了，而你呢？你演了6年的好丈夫，我在意大利过的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在乎过吗？你没有一个电话，没有任何的只言片语，也没有找过我。我在意大利是死是活，你根本就不关心。但是我不敢，我不敢见你。因为我知道，我如果见你的话，我就会把持不住；如果我见你的话，我就会动摇；如果我不见你的话，我可以继续做我虚伪的王姬，可以做叶家的一条狗。我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我就是靠着你这些无兑现的承诺，我幻想着有朝一日，我能从一个傻子的手里面夺过来一个疯子。而现在，我觉得我自己好悲哀，真的好悲哀。你以为这6年里度日如年的只有你吗？受煎熬的只有你吗？那我呢？我卑躬屈膝到今天，我为了什么？我就为了一句承诺。如果我有能力给你一句话，我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。这6年里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每天每夜无时不刻的都在想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。倩倩，这些年你在外面辛苦你了。没有。以后不会了啊！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朋友呢，从欧洲给我带了点东西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，送给你。谢谢。看来你存货不少呀。
我看看你还带了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这是别人托我带给妞妞的，我改天再给你买啊。是叶锦衣家的吧？我就要吃这个。那好吧。你真好。各位，我现在宣布，获得意大利 Poland 中国总代理的公司是叶氏集团。倩倩，我刚才在卫生间看到有2把牙刷，你跟男人在同居啊？嗨，什么同居不同居的？自从我有了一次失败的恋情之后，我对待感情已经看得很开了。你男朋友是？妞妞，干嘛呢？这么不小心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别在这儿站着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到处乱跑，乱碰别人的东西。倩倩，对不起啊。摔什么不好，偏偏摔这个。妈妈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没事儿。静怡，你怎么教育孩子的？什么叫没事啊？他做错事情，你就应该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。他哭说明他已经知道错了。我们妞妞一向很乖的，跟阿姨道歉。我讨厌你，你像个红太狼。你看，这就是你教育的孩子。好了，别哭了。阿姨错了还不行吗？妞妞，别哭了啊！明年我们就要上小学了，再哭老师该不要你了。明年上小学？他几岁啊？妈妈，别告诉红太狼。6岁。6岁？怎么会是6岁呢？是不是你记错了？我怎么可能记错呢？刚过完生日。妞妞，我们去洗把脸去。小美女都不漂亮了，不要哭了啊！6岁？怎么会是6岁呢？她当年不是流产了吗？再怀孕，不可能是6岁啊。进。倩倩，你怎么来了？代理公司放到佳美商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是我提议的。你？为什么？顺水人情，而且离总公司远点儿，我可以好掌控一些。于晶可不是叶慈云。是，但她已经老了。说的也是。对了，叶静怡带着你们的孩子去我那儿了，我发现那个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叶静怡。你怎么能让叶锦怡去你家呢？你明明知道那是我休息的地方。你休息的地方？你那么怕叶静怡，以后就别去了。倩倩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是我们秘密的温馨小屋啊。秘密的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躲躲藏藏的？你把我当成你的情妇了是吗？倩倩，你能不能不任性啊？你说你爱我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只有你全心全意的爱我，
我才会完完全全把我的爱都付出。如果你这样对待我的话，我完全可以把你放弃，找一个其他的男人结婚。你敢？我敢。王静，咱们将心比心一下，如果你是我，我把你藏起来，还不允许你跟其他的人接触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跟你说过，让你等我一段时间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知道叶静怡去找我了，你都会这么生气？倩倩，我们马上就要熬出头了。等我当上董事长，我马上叫那个老头子出工资，这样，叶氏集团都是我们的了。我在乎的不是这些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。那你的孩子为什么是6岁？如果那个孩子是叶静怡生的话，今年应该是5岁，为什么是6岁？为什么和妞妞是同岁，而且也叫妞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一定要把伤疤撕开，看到里面流血你才满意吗？姚倩倩，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活着，我为什么叫叶静怡的孩子叫妞妞啊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难过吗？我心里也很痛苦，但是我得接受事实，我们的孩子死了，死了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太想我们的孩子了。没事，你让我冷静一下。对不起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爸爸要晚点下班了。妞妞好久都没给他道晚安了。妞妞先睡吧，爸爸上班很辛苦的，妞妞知道对吧？嗯。所以不要吵着找爸爸了，好吗？好。嗯。妈妈看着我睡好吗？好的。接吧，我先走了。要不，今晚我不走了。你不是跟我说，让我再多等一段时间吗？我们一起共眠吧。再见。喂，静怡啊，我是妈妈。妈，是你啊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是不是在等王进呢？嗯，他还没回来呢。哎呦，真够辛苦的啦！工作虽然重要，但是也要保重身体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等他回来，我说说他。爸睡了吗？还没有呢。哎，对了，静怡啊，我让王进给你带的那个榴莲酥，你觉得这次的味道怎么样啊？榴莲，哦，很好吃，
那个妞妞吃了好多呢。哟，你就知道逆着他多小啊，撑着了怎么办呢？喂，静怡。哦，我听着呢。静怡啊，你声音怎么越来越小了？你感冒还没好吗？好了，我婆婆刚刚睡着，她最近睡眠不好，我怕把她吵醒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哦，挂了吧。好，拜拜。你跟我说说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都告诉你吧，要不然憋死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妞妞啊，实际上就是咱们家倩倩的孩子啊。那就是说，咱家倩倩的孩子让叶静怡给领养了。没错。当时吧，叶静怡不能生养，我想呢，这王进领养别人的孩子，还不如领养自己的孩子呢，对吧？这事儿我没告诉你呢，就是怕你嘴不严实。我告诉你，知道了就嘴严实点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我知道了。所以说呀，人这辈子一定要记住“祸从口出”这4个字儿，知道吗？叶静怡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她的孩子，我们怎么知道会怎么回事？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妞妞是怎么被叶静怡收养的？说呀！既然你答应我保密的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我不是有意识说的。之前呀，倩倩就让老赵调查妞妞被抱养的事儿，结果今天一不小心，我和老赵说的话全被倩倩听见了。那他为什么调查妞妞？他知道妞妞6岁以后啊，就开始怀疑了。怪不得，他也问过我一次。你说我给倩倩打手机，她又关机，她能去哪儿啊？我妈妈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妈妈回来了就好。妈。哎呀，回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妞妞，我的孩子，妞妞，妈妈来接你了。胡说什么呢你？妞妞，进屋去。我没瞎说，你们是骗子。对不起，您呼叫的用户没有开机。为什么把我的孩子变成静怡的孩子？为什么？你能这样？妞妞，你干什么？妞妞，你干什么？妞妞，妈妈来接你了，走开！妞妞，你放开！妞妞，什么嘛？妞妞，别乱来！你们这样做是要遭报应的。你才遭报应！妞妞，别害怕，妞妞，我是妈妈。什么？妈妈，你放开你！你放开！妞妞，我是夏倩妈妈，妈妈带你回家了。妞妞，你给我站住！妞妞，别跑，妈妈接你回家。妞妞，你放手！我是夏倩妈妈，是我孩子，我回来了。放手！那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孩子。儿子，他要把妞妞抢走。妈，他喝多了，他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倩倩，妞妞，咱们出去说。妈妈，王八蛋！你杀了孩子！妞妞，不怕了，那个疯子走了，老巫婆她走了。好了，咱们不害怕了，妞妞啊，不怕了。不要我的孩子！你放开我！冷静点！放开我！那是我的孩子！进车再说。
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一想到那个刚出生就死掉的孩子，我就心痛。有无数个夜晚，我哭着挺过来。现在我找到我的孩子了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留在身边。我告诉你，王进，为了孩子，我可以不顾一切。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吗？你为了孩子什么都不要了吗？是，我可以为了孩子去死。你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你把事情捅开了，孩子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像我们童年那样吗？也许还不。我可以摆平一切。倩倩，你再等等好吗？要不然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。我完了，你也完了，我们的孩子也完了。你就再等等。你想想的话，我马上就要当上董事长了。妞妞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何必着急去认呢？如果我不知道的话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？不，我肯定会告诉你。在我们结婚那天，我会给你个惊喜。你真的愿意娶我吗？我发誓。喂，是不是叶静怡在你身边你不方便啊？倩倩，你喝醉了吧？我不喝酒怎么办？我以为我的孩子死掉了，结果他却在叶静怡的身边长大。为什么？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？你喝多了，咱们明天再说好吗？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你。你就这样折磨我？你要折磨死我吗？我一想到你抱着叶静怡亲吻的时候，我就抓狂。真的没有，叶静怡在另一个卧室呢。说你爱我，说呀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呀。对，倩倩，今天你就睡吧，好吗？我爱你。你回来啦？叶静怡，我可真佩服你，窗明几净的。看来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，你当得很好啊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快洗洗手，尝尝我做的蛋糕。好啊。喂，静怡。还在忙啊？要是太晚了，先在外面吃一点，别硬挺着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也要吃啊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王静在加班啊？最近特别忙，总是不按时吃饭，胃都搞坏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也有好吃的拿给你，等一下。
呀？尝尝榴莲酥。天哪，跟我妈做的一个味儿啊！我男朋友送我的。你男朋友太爱你了，太好吃了。你要不要带回去给你老公和妞妞尝尝啊？好啊，都带走啊！妞妞看到一定可高兴，她可喜欢吃了呢。妞妞现在喜欢吃什么，或者说不喜欢吃什么？她喜欢吃的东西可多了。要说不爱吃的，红烧肉，一做红烧肉她就躲得远远的。你也不喜欢吃红烧肉，对吧？对，我也不喜欢吃。看来我们俩还真有缘分啊。他现在穿多大号的鞋？你可千万别给他买鞋，小孩的脚长得可快了，没2个月就穿不上了。我正打算把他的鞋、衣服什么的收拾收拾，寄给山区。哎呀，山区的孩子太可怜了，连个鞋都穿不上。那妞妞呀，7点了，妞妞快放学了，我改天再来找你啊。静怡，反正我也没事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？好啊，他看到你一定高兴。快走。来，小心台阶，跟上，哎，注意安全啊，小心台阶。后面的朋友，小朋友们跟上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小心。好，后排的小朋友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妈妈，哎，看到自己爸爸妈妈。妞妞，拜拜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呀。妈妈也想你。看，这是谁呀？妞妞，你好呀。学分要乖哟，不认识姚阿姨啦，叫阿姨好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真乖。咦，怎么变成没有礼貌的小朋友了？今天中午吃的什么？今天中午吃了白米饭，还有汤，有黄瓜，还有土豆。吃的这么好啊！走吧，我们回家喽。真好，走吧。今天学的什么歌呀？倩倩，随便坐吧啊。冰箱里有喝的，你自己拿。妈妈，你让他走吧，我不喜欢他。为什么呀？她是老巫婆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妞妞，你看，阿姨给你买的芭比娃娃，喜欢吗？这好多颜色。妞妞，妈妈怎么跟你说的？跟阿姨道歉。快，道歉。倩倩，不好意思啊，孩子小，别往心里去。我去给他换件衣服。哼，今天妈妈在。上次只顾说话了，也没带你参观我的家。这是我们的卧室，怎么样？感觉很温馨吧？这就是你的幸福啊！是啊，特别是早晨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他躺在我身边，就觉得很有安全感。感觉他会一直待在我身边，一直属于我。你可真够算的。对了，你之前跟我说跟那个阿拉伯富豪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别提他了，他有14个老婆。幸亏我发现的及时，否则真上当了。别提这些了，没意思。反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现在也是一方的代表了，我们要向前看。是不是看见我上当，而你过得这么幸福，有些内疚啊？你怎么这么说？我只不过是……好了，不用你劝我，我的人生并没那么悲惨。怎么，你们结婚了，就不能躺你们的床了？不是。喂。
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啊？对不起，我今天答应妞妞陪她了，所以去不了了。可是我有点不舒服，好像感冒了。你感冒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可能是昨天被子没盖好，着凉了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买点药过来啊？我真的不舒服。好，一会儿把药去你那儿，要不要买点吃的？不需要了，亲爱的，再见。我男朋友声音好听吗？嗯，真好听。不过他不常在你身边吧？我觉得，一个男人呢，如果真爱你，不需要每天陪在你身边的。只要你什么时候需要他，他随时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就好了。也是。感觉你俩挺亲密的，什么时候结婚？我盼着你的喜糖，头发都快盼白了。放心吧，等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请你。他对我真的很好，我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干什么。他的妻子一定想不到，她老公会这么听话吧？你还跟6年前那个男人呀？嗯。可是倩倩，你说过，你的第一次婚姻是希望找一个只爱你的人。他是只爱我一个人呢。他跟他老婆在一起是迫不得已的。好啦，放心吧，我不会一直跟他这样下去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可是，好吧，我送你。对了，静怡，有个事情我想问你。你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100%相信你老公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？哎呀，绝大部分男人都会撒1、2个谎吧。我说的是忠诚。如果他欺骗了你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会把他抢回来吗？倩倩，你怎么会想这个问题？你知道这种问题我想都不会想的。那现在就想想吧。为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只是给你提个醒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最近经常去你老公的公司谈事情，我感觉他有外遇了。什么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倩倩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是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看把你紧张的，你是不是也有所察觉啊？我只是猜的啊，不准确。不过我也提醒你，还是警惕点的好，不至于到最后被人背叛了都不知道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这个味道难闻死了。你一直用的这个呀？换一个。你过来，我们好好谈。那有什么谈的？哎，静怡，没事吧？妈，你别管他了。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跟泼妇一样。